这是本年度我看过继《误杀》和《调音师》之后又一部让人惊艳震撼的印度悬疑神剧，剧情跌宕起伏，反转不断，不看到最后1分钟，你绝对猜不到故事的真相到底是怎样。深夜，一个名叫拉姆的男子正疯狂逃窜，他在躲避身后警察的追捕，突然车辆撞到护栏发生侧翻，拉姆被群众演员救出后逃到了附近的小区里。随后警方对此展开了全面调查，但2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一无所获，加之此刻还下起了暴雨，2名警察便想着提前下班收工回家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名女子突然出现拦住了警车，她表示嫌疑人正躲在自己家里。就这样，拉姆被警方成功逮捕。然而在这个房间里，他的面前还赫然多出了一具男尸。拉姆是一名英国著名作家，来印度是为了开他的新书发布会。此刻他被卷入到了2起谋杀案中，第1名死者是他的妻子。拉姆声称当晚新书发布会结束后，他回到酒店就发现妻子死在了卫生间里。可报警后，警方却说他的嫌疑最大，还表示回警局要对他严刑逼供，所以才有了后面拉姆开车逃亡的一幕。而第2名死者呢，是一名律师，也就是刚才躺在拉姆面前的那个男人。随后阿德探长来到案发现场，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带有血迹的凶器，还在垃圾桶里翻找到了几张刚烧毁的残照。接着画面转过，拉姆被关在审讯室里，他的脚后跟被磨出了一个血泡。阿德探长进来嘲讽道：“这一定是你昨晚跑得太快导致的。”说完，探长让拉姆详细描述出昨晚发生的一切。拉姆表示，他们夫妻俩此次来印度是为了推新书，昨晚7点半新书发布会准时开幕，但妻子因身体不适没去参加。正说着，探长打断了拉姆的话：“你的妻子是此次新书发布会的主要负责人，她从那么远的地方飞来印度只为等这一刻，怎么可能会因为身体不适就没来参加这么重要的活动呢？”对此，拉姆解释说，妻子患有心脏病，当时情况危急，所以就留在了酒店休息。紧接着，探长继续追问为何要杀掉律师，拉姆则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他，律师也不是他杀的。他说，当时逃到小区里，在楼道碰巧遇到了正在扔垃圾的死者妻子玛雅，他想找玛雅借用电话求助，于是在他的苦苦哀求之下，玛雅让他进了屋。可刚一进到屋内，拉姆就发现了异常，客厅里的茶几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得粉碎，而玛雅的脖子上也有几道伤痕。拉姆接过电话，正准备拨打时，电视机里突然跳出一条拉姆谋杀妻子的紧急新闻。听到此消息，玛雅恐慌不已，她拿起刀威胁拉姆赶紧离开这里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。玛雅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自家的清洁工女佣。现在到了打扫卫生的时间，可令人不解的是，玛雅非但没有让女佣报警，反而还将她赶走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玛雅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这部全程高能反转不断的印度悬疑神剧，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绝对猜不到结局。女人从电视机里看到了警方的通缉公告，面对通缉犯，她既不求救也不逃跑，她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调查结束，阿德探长走出审讯室，他让手下去找清洁工女佣求证，结果得到的答案与拉姆的陈述完全一致。随后，玛雅主动来到警局，说出了昨晚的事发经过。然而她说的却和拉姆所描述的完全相反。玛雅声称，昨晚8点左右有人按响门铃，可当她打开门一看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然而就在她转身准备关门时，拉姆突然出现绑架了她。后来玛雅趁其不被摆脱控制，拿起一把匕首威胁拉姆离开，可很快匕首又被拉姆夺了过去。此时门铃再次响起，在拉姆的胁迫之下，玛雅打发走了清洁工女佣。正说着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，玛雅的叙述被打断了。来者是一位想要起诉拉姆的中年男人，他声称几个月前，拉姆为了寻找写作素材，来到他们家找到了他的女儿迪亚。原来迪亚在不久前遭到了一群畜生的迫害，拉姆此行是想以迪亚为原型写一本书。他对着2人真诚地说，把迪亚真实的遭遇写进小说里，目的是想帮助更多的女性避免被害，并且他保证过绝不向外泄露迪亚的真实身份。可新书还没发布，迪亚的事情就被媒体大肆报道，忍受不了舆论压力，最终迪亚选择了自杀。送走迪亚的父亲阿德探长继续审问拉姆。拉姆声称，那天晚上玛雅打发走女佣后，他曾把之前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玛雅，玛雅也相信了他说的话，还说可以等她丈夫回来。她的丈夫是一名律师，有什么问题还能咨询一下他。随后玛雅还从酒柜中拿出了一瓶酒，想要和拉姆小酌一杯。听完拉姆所说的这些，探长再次找到玛雅。经调查，案发现场的酒杯上确实有玛雅的指纹。对此，玛雅解释着说，当时他是想拿酒柜旁的手电筒，为了不被发现才假装倒的酒。后来玛雅以上厕所为借口，向着保安室打手电筒，可距离太远，保安并没有发现他。之后玛雅的手电忘了关，被拉姆发现了。他表示自己脖子上的几道伤痕也是那时候留下来的。听完这些，探长又转头询问拉姆，拉姆则表示玛雅在撒谎。那天晚上玛雅邀请他喝酒后，2人交谈甚欢，言语间玛雅透露出了对丈夫的不满，对拉姆还做出了挑逗的行为。
拉姆声称当时哪有什么心情，于是就转移话题询问了茶几的事。玛雅说是她搬花瓶的时候不小心打碎的，可拉姆却在茶几的旁边捡到了一个钱包，里面装着玛雅丈夫的证件。看来在拉姆来之前，玛雅的丈夫就已经回来过了。对此，探长找来了小区保安，保安声称7点半的时候的确看到玛雅的丈夫回家了。紧接着，探长又找到玛雅，而玛雅却说她的丈夫是12点之后才回来的。探长则将保安所说的话又重述了一遍。此刻，玛雅才急忙改口，声称丈夫7点半时的确回来过一趟，但待了一会儿又离开了。最后一次回家是12点之后。听完玛雅所说的这一切，探长气愤地吼道：“法医鉴定你丈夫的死亡时间是8点至12点之间。”玛雅无话可说，但是坚决否认杀害丈夫的事。这时又来了一对夫妻，说是有一个关于此案的关键性证据。原来案发当晚是2人的结婚纪念日，他们住在拉姆酒店的对面。无意间，他们拍到了拉姆和妻子争吵的画面。看完视频，探长又回到拉姆房间，将迪亚自杀的事情告诉了他，接着还拿出了他们夫妻俩吵架的视频。和妻子刚吵完一架，妻子就离奇的意外身亡了，这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说完，拉姆立马反驳道，那天晚上和妻子吵架是因为他向媒体透露了迪亚身份的事，他为了这次新书发布能够获得圆满成功，不惜一切代价用炒作来得到热度。拉姆不同意，但是妻子以公司总裁的身份相逼，所以最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。2起谋杀案，2个嫌疑人各执一词，探长一时也是摸不着头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2名死者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第1名死者拉姆的妻子死于心脏病，头上的伤是摔倒后撞到了浴缸留下来的。第2名死者玛雅丈夫是被人用重物袭击身亡。法医根据伤口位置角度的不同，推断出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.8米以上。于是警方断定杀害律师的真正凶手就是拉姆，直接将他带去了拘留所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加之凶手又是一名外国人，当地警方迅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。然而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杀害律师的真凶被抓，英国作家拉姆锒铛入狱，一向严谨的阿德探长却感觉还有谜团未解。他让手下去调查玛雅家里发现的残缺照片，结果发现照片的出处来自于一个侦探。侦探拿来一套完整的备份照，原来照片上是玛雅和一名陌生男子到处幽会的亲密照，而这个陌生男人的身高也达到了1.8米。看样子案情有了反转，探长立马派手下抓捕了照片中的男子。男人名叫齐拉格。面对铁证，他承认了自己和玛雅的特殊关系，但是他说案发当晚自己没出过门，不可能杀害玛雅的丈夫。面对齐拉格的狡辩，探长说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你的血迹。没办法，眼看隐瞒不下去了，齐拉格承认了这一切。他声称在7点多的时候，自己的确和玛雅在他家幽会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玛雅的丈夫比往常提前回来了2个小时。其实玛雅丈夫早就知道了2人的丑事，他找了一名私家侦探偷偷跟踪着2人。进门后，玛雅丈夫递过来一堆2人的亲密合照，随后2个大男人发生了争执，齐拉格被推倒在茶几上，他的血迹就是在这个时候留下的。紧接着，玛雅丈夫生气地离开了家，然后齐拉格也跟着走了。但是后来，齐拉格声称自己担心玛雅会被丈夫报复，所以他离开不久后又回来过一次，可当时玛雅却没让他进去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玛雅正在接受审问，他说自己没让齐拉格进来是因为拉姆就在旁边。很显然，玛雅和齐拉格的口供完全一致。探长再一次陷入了迷茫，他来到拘留所，询问拉姆为什么不说当时还有第3个人。拉姆很是委屈，表示自己已经和好多个警员说过了，但是他们都不相信。紧接着，拉姆说出了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个版本。玛雅并没有将齐拉格拒之门外，而是主动将他引进门来，并声称他是自己的丈夫。一开始拉姆并不知情，因为他也不认识玛雅丈夫本人。可就在几人交谈时，拉姆无意中看到玛雅和丈夫的合照，这才发现了2人的猫腻。可这时已经为时已晚，他被齐拉格打晕在地。恍惚中，他看到玛雅和齐拉格2人正在搬运尸体，还说让玛雅去楼下报警。随后就有了影片开头的那一幕，警察破门而入，将拉姆成功逮捕。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，理不清头绪的探长回想着案件的所有经过，突然他想到一个细节，案发当晚下暴雨的时间是11点，玛雅说过她的丈夫是12点后回的家，那时候已经是大雨磅礴，所以现在只需要看死者的鞋子底下有没有泥，那么就可以判断出丈夫回家的时间，从而知道是谁在撒谎。说完，探长当即赶到了档案室，找到了玛雅丈夫死亡时穿的鞋子，结果发现鞋底干干净净。现在看来是玛雅撒了谎，她的丈夫是在下雨前被杀的，那时房中只有她和齐拉格。很显然，2人被发现后联手杀死了丈夫，随后又碰巧遇到了正在逃亡的拉姆，于是2人便设计将丈夫的死嫁祸在拉姆头上。终于，扑朔迷离的案件理清了头绪，拉姆被无罪释放，玛雅和齐拉格被逮捕抓进了牢里。拉姆出狱后，用当地习俗火化了妻子的尸体，还将她的骨灰撒进了恒河里。案件告破，立了大功后，探长悠闲地翻看着拉姆的新书。这时候妻子过来剧透，
说书中的主人公最后是过量使用药物而身亡的，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妻子的话让探长再次想到了拉姆的妻子，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鉴定科查证。可根据药瓶中的药丸数量推断，拉姆的妻子每天只吃1粒药，这符合用药规定。不过探长在无意间发现药丸有拆开过的痕迹，随后他将药丸一粒一粒拆开，发现这1粒药的量是正常药的3倍有余。原来拉姆的妻子真是被谋杀的，并且用的还是拉姆书中所写的作案方式。探长自然不想让凶手逍遥法外，他驱车赶往机场，想要阻止拉姆登机。可这时拉姆却主动打来电话，向他炫耀着自己的杰作。原来这一切和拉姆的口供完全相反，他的妻子反对他泄露迪亚身份的事，并且还暗中联系了律师，他们计划想要以间接杀人罪起诉拉姆。没错，和妻子联系的那个律师就是玛雅的丈夫，也就是说拉姆去玛雅家并不是偶然。拉姆了解到这个事情后，先是在妻子的药上动了手脚，随后又装作意外来到玛雅家，把律师杀掉后，又把那些关于他的文件资料通通烧掉。因为之前发现了玛雅出轨的照片，他笃定玛雅会对警察撒谎，于是用这个做了一个大文章。他故意将玛雅出轨的照片烧了一半，就是为了给警察假信息。最后他还把律师沾了泥的鞋子给调换掉。难怪一开始拉姆的脚后跟会被磨出血泡，原来他当时穿的鞋子是玛雅丈夫的。真相终于水落石出，这起双重谋杀案的关键性证据就是用药过度妻子的尸体，所以拉姆在出狱后第一时间就把他给火化了。影片最后，探长终于赶到机场，可还是迟了一步。看着冲入云层的飞机，他的心中五味杂陈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好了，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片中反转颇多，小森已经是往简单了说，所以最后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遍原片，原片有更多细节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